这儿子终于订婚要成家了，我这个当妈的也得拿出来传家宝。哦，大将军医院准备给他买车买房。大将军医院，你这个是吴朝军阀币啊！这医院看着也不像家传了呀，你这是不是拿错医院了？没有啊，这块医院是俺老公家传下来的，我儿子都大，在我手里都放了多少年了。那儿子多大了？俺儿子17了，才17岁就准备这个订婚成亲，这是属于未成年人啊。哎，订婚又不是结婚，房子车啥都没买呢。哦，就17岁订婚，确实是挺早了。你这个医院啊，并不是什么大将军，这块是民国时期的朝坤军阀币，在你手里边放17年了。你看这包浆，这都放出来了。虽说壁面带包浆嘛，但是我看啊，这并不是一眼开门啊。你指望他买房买车，这有点难呐。这有啥难嘞？我都已经去北京鉴定过了，花了好几千块钱，不到300万的价格了。花几千，估到300万，你这几千块钱花的有点远啊。我们玩医院讲究的是平级入盒，真币啊必须得打个盒子啊。国内的公模，国外的恩盒、皮盒，分值越高，状态越好，价格也就越高。你花几千块钱鉴定，这咋还是一块裸币啊？专家给我出来有黑字白字的证书，上面盖的还有章。你如果想看看，我回家给你拿去。你不用来回折腾了，你那个什么鉴定证书我都不用看了。我以前见别人拿出来过，纯粹啊，也就是花钱买一张纸。哎，咋可能只是一张纸嘞？他让我留在北京，说准备帮我卖了。我想说吃住费用太大，我就回来卖了。你这幸亏是没留在他们那儿，你再过一段时间，说实话，估计你得多掏几千块。我给你讲一下鉴定的套路啊。无论你的任何东西，哪怕是在地摊上几十块钱一个买的，只要过去找他们鉴定，无论真假，他们都会给你开一个鉴定证书，估价能给你估的越高越好，这样你才会开心，你才会心甘情愿的给他们这个鉴定费啊。至于能不能卖掉，说实话，他们才不管你呢。你说的这啥意思？你有什么话你就明说吧。那就拿你这个吴朝来说吧，皮革 MS61分的，品相各方面应该和你这个差不多。别说300万了，现在市场价大概也就40万一大关。你开啥玩笑？我这个能和40万的比吗？我这可是独一无二的。哎呀，你想要第二个都找不出来。那一听你说这话，这很明显啊，你这都是被他们给洗脑了。独一无二还真谈不上，因为这个吴朝虽说是军阀币，但是它这个纯实量还是有的。如果你指的是它外边包浆的话，那确实一模一样的包浆币，那你很难再找出来第二个来。因为现在银元啊，币种分的比较细致，并不是说你估价300万，它就是300万的币。说实话，你这个银元细看的话，还真达不到 MS 级别。你看它这个胡须，这个地方它都磨平了，再加上包浆，你入皮盒的话，最多也就是45分的样子呗。真币说实话也不会超过20万的价值。你看你这个人说话越说越离谱了。刚才说40万，这又估到20万。我只是给你做一个假设，做一个比喻。毕竟皮盒分值高低啊，它代表着不同的价格。因为你这个银元也没有入盒，但是我细看啊，你这个银元并不是一眼开门，因为这种军阀币啊，笔面都是全身打。而你这个吴朝，你看一下它这个戎装的细节，也就是衣服上的勋章，包括胡子，这做工太粗糙了，包浆很浮，它这个笔面压力根本就达不到真币的这个特征。银子它算是银子，算是一块这个仿品吧，我个人看的话也就几百块钱的样子。啥？你出个20万，哪一下又吐露到几百块钱呢？你这越说越不靠谱了。哎呀，你也别生气，我气的心脏病都快患了。别生气。刚才你说啊，准备用这个给孩子换豪车买房子了，这说明这个银元对你来说很重要。你花几千在北京鉴定值300万，在我这1分钱，说实话我也不给你要，我鉴定的是仿品，具体能值多少钱，不如你再多问问价，最终的决定权还在你手里边。肯定在我手里，我再去找个有实力的卖家。你啥都不懂，你啥都不懂。再。俺弟弟也不知道这是咋想的，咋了？这分家了，准备把银元一砍2半。这我也不会砍啊。你帮我把它平均分开吧。这个分家啊，讲究的是公平公正。如果银元啊一砍2半，它都不值钱了。来，我看你啥是银元。你不知道俺弟弟可认真了，他这个人不想赔1分钱。啥东西都是1人1半，谁劝都没用。哎呀，你这个是盒子币啊，这都已经平级入盒了。如果要1分为2的话，
这外边的盒子得扎了太可惜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啊，你这个是大青玄参啊，状态还不错，传世宝浆，大青玄参的前半笼，花枝、龙鳞、云朵、炙口，这都不错，带一层淡黄色宝浆，很清爽。说句实话啊，扎了可惜了，倒不如啊直接卖了，你们弟兄俩直接分钱，一举两得，省了破坏，又有钱拿。这个想法我之前也说过。哦，他说这块银元了只值1000块。哦，我们俩一分，一个人实际只得500。哦，我一听他这样说，我肯定不愿意分。我说分给他500块。这个银元我留下。结果他又不愿意给我。啊，怪不得那弟弟要把银元一分为二，这个生气的根源出来了，就是你们兄弟俩都想要这个银元，都想据为己有，关键是你们估的这个价钱不靠谱。1000块钱，你别说买龙阳了，你就是同状态的袁大头，你1000块钱现在买不回来啊。本来恁弟啊是想要这个银元，结果你也想要这个银元，这说实白了，你是把恁弟给惹恼了。他这是把我打傻子了。我经常看视频，很多人都说这银元是古董啊。对呀，据说一块值几十万。这个值不了。他给我500，我也给他500。对。我昨天说给他5000，他说他不要钱。他就想要一半银元，不偏不向。说实话，你这个银元卖不了几十万，这哪是几十万的币种啊？只能说你经常看视频，看了不是这一个。不过你这个当哥的还挺大气，你要银元给他5000块钱，这已经不少了。话又说回来啊，恁弟之所以啊，还要一半，对吧？还要1分为2，可能是面子上过不去。你看他给你500，你给他5000，这一比啊，把他给比低了一大截，恼羞成怒了。你可说对了，他就怕吃亏。就这给他5000，他还不认呢。今天我来想看看这块银元到底值多少。哎呀，既然是分家啊，那就公平公正的来。首先啊，完全没必要破坏，更没有说谁赚谁的便宜。你这个银元是大青玄参的前半笼，前半笼主要是看这个地方尾巴没有出云，这个是大青玄参比较常见的版。不是你想的几十万的版，在晚清啊，这种银元是当时的主流货币，民间存世量比较大，价值几十万、几百万的，不是这种曲须龙，龙面这一块有很大的区别。你这个是入的是北京公播总部的盒子，给的是 XF45分，整体品相状态还都不错。笔面你看这两面这都属于全身大，大青主要是看它这个花枝，你这个花枝看一下，花枝高展，没有任何磨损。龙鳞啊、云朵啊，这都是原状态的笔面，而且还带来一层薄薄的淡彩宝浆，特别漂亮。而且多少啊，你看还有一点光，比如说那些清洗笔啊，看着舒服多了。炙口这一面，说实话也是无可挑剔的，全身打，看起来特别漂亮。目前给你估价的话，也就7000块钱左右吧。弄半天才7000。对呀。那这我幸亏是没给他5000，不然我这吃大亏了。说句实话，亲兄弟谁吃亏谁赚便宜都无所谓。你往大了说，这个肉啊烂锅里边，谁多拿点谁少要点都无所谓。这银元是1分为2了，你别说500，100块钱一大关，实在不行你当哥的让一让，吃亏是福。你今天也知道价值了，你要么给他明说，要么卖了平分，要么谁要都给对方多点钱不就行了吗？看来我弟真是有心机啊，给我500，他是想赚大头呀。说实话，1分为2是最差的结果。我感觉你考虑考虑，你回去再做决定。这绝对不行，我这个人也不能吃亏啊。他把我当傻子，我绝对不能入他的院。实在不行就1分为2。那你到时候再回去考虑考虑吧。那好嘞。